我是林動，剛畢業的美術生，和女友安瀟瀟談了3年戀愛，從畫室同桌走到社會，說好要一起開家屬於我們的畫廊。就在我們湊不齊30萬啟動資金，走投無路的時候，爺爺留下的一本舊民間故事集突然發光。3次善意的使命讓我們拿到了黄金筆，黄金筆修復古畫，也讓我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黃金屋畫廊，甚至還意外喚醒了一幅失傳已久的傳世書畫。小林啊，阿姨也不跟你繞彎子了，我和你叔叔就潇潇这么一個女兒。我們不是反對你們談戀愛，就是想讓她以後過得安穩點。阿姨，我懂您的意思。我現在條件一般，但我和瀟瀟是真心的。我們打算開一家自己的畫廊。真心能當飯吃啊？你家在外地農村，父母都是農民，以後養老肯定都得靠你。你們連個首付都湊不齊，拿什麼給他安穩？媽，我們不怕吃苦，林動特別有才華，我們開畫廊肯定能成的。開畫廊說得輕巧，你們沒經驗、沒人脈、沒背景。拿什麼開？拿你手裡的畫筆啊！我們可以先從小的做起。文化街那個鋪面我們都看好了，1年28萬租金加8萬押金，你們不吃不喝3年都湊不齊1年的房租。我已經托人給你介紹了個事業單位的男孩，年薪30多萬，家裡3套房，跟咱們家門當戶對。我不去，我這輩子就認定林動了，就算跟他住出租屋，天天吃泡面我也願意。你敢？今天你要是敢跟他走，就别认我這個媽！我就當沒生過你這個女兒。對不起，媽，對不起啊，林動，讓你受委屈了。我媽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別往心裡去。傻瓜，阿姨也是為了你好，我能理解。可她說話也太傷人了。我們的畫廊就叫黃金屋好不好？書中自有黃金屋。好，就叫黃金屋畫廊。我們一起努力，一定能讓阿姨刮目相看的。咱們倆所有積蓄加起來才5萬多，還差30多萬呢。問朋友借吧，大家剛畢業都沒錢；銀行貸款吧，我們又沒抵押。不能放棄，這可是我們倆的夢想。瀟瀟，你快來看，這裡寫着“尋本心行善，助困厄之人，可得黃金筆1支”。天哪，這不是做夢吧？爺爺的書居然真的有魔力！你看這行字，真的寫着“做好事能得黃金筆”，這不是玩笑，是真的。那我們明天就去完成這個任務。對，根據賣炭翁的故事，老人應該在城南老街區賣炭。明天天一亮，我們去找他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說爺爺怎麼會留下這麼神奇的書啊？他以前從來沒跟我們提過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我覺得他肯定是看到我們現在遇到難處了，才用這種方式幫我們一把。不管怎麼樣，這都是爺爺留給我們的禮物。我們不僅要實現夢想，還要像爺爺希望的那樣，做個善良的人。沒錯，就算最後真的沒有黃金筆，能幫到別人也是好事。都等了一上午了，連個賣炭的影子都沒看到。現在家家戶戶都用天然氣和暖氣了，誰還燒木炭啊？再等等吧。老城區還有好多老房子沒通暖氣，肯定有人燒木炭取暖的，說不定下午就來了。可是我們還要回去準備畫展的稿子啊，總不能在這兒耗一整天吧？再等半個小時，要是還沒來，我們就先回去，明天再來。走吧，看來真的沒有賣炭的，可能是我們想多了。好吧。李董，你看，那邊有個推三轮车的老人，車上裝的好像是木炭。就是他，肯定就是書裡說的那位賣炭老人。这老人看着得有70、80了吧？要不要扶啊？可別扶，萬一被訛上了怎麼辦？現在這種事兒還少嗎？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們還是趕緊走吧。林動，
要不我们先打120吧，別貿然上去扶，萬一真的被訛了，我們連打官司的錢都沒有，畫廊就真的開不成了。不行，這麼冷的天，老人躺在地上會凍壞的。救護車過來至少還要半個小時，等不及的。大爺，您怎麼樣？哪裡摔疼了嗎？我沒事兒，就是有點頭暈，摔了一跤。一天沒吃東西了，有點低血糖。您別亂動，我給您送回家。大爺，這些字都是您寫的，寫的也太好了吧？是啊，年輕的時候是個書法老師，教了一輩子書。現在年紀大了，眼睛花了，手也抖了，再也寫不了字了。那您怎麼不去跟兒女一起住啊？您一個人住在這裡多不方便。兒女都在上海安家了，一直想接我過去，可我捨不得這個住了一輩子的老房子，也捨不得我的筆墨紙硯。老伴兒10年前就走了，我一個人住在這裡也挺好，清靜，閒着沒事兒就燒點木炭賣，補貼點家用。大爺，您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嗨，習慣了。你們快坐，我給你們倒杯水。大爺，我們該走了，您多保重身體，以後天冷就別出來賣炭了，太危險了。等一下。小伙子，小姑娘，今天真是太謝謝你們了。要是沒有你們，我今天可能就凍死在路邊了。這裡頭啊，是我用了一輩子的狼毫筆，是我父親當年傳給我的。你是學畫畫的，懂筆墨，這支筆送給你，也算物盡其用了。大爺，這可不行，我們幫您是應該的，怎麼能要您這麼貴重的東西呢？這支筆跟着您一輩子了，您肯定捨不得。你就收下吧，我現在手都抖了，留着它也沒用，只能在箱子裡落灰，送給你這個懂它、愛惜它的人，比放在我這兒強。這支筆手感真好啊，一看就是被精心保養了一輩子的。是啊，陳大爺真是個好人，雖然日子過得清貧，但心地特別善良。今天幫了他，我心裡也特別踏實。雖然沒得到傳說中的黃金筆，但能幫到別人，比什麼都強。沒錯。爺爺，我今天按照您說的，幫助了那位陳大爺。雖然沒有得到黃金筆，但我心裡特別踏實。天哪，又發光了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是那本書，是那本書在發光。我的天哪，真的變成黃金的了！剛才還是竹竿的舊毛筆，怎麼突然就變了？是那本書，是他把筆變成黃金的。原來做好事真的能得到獎勵。你看，你看，第二個故事《孔雀東南飛》旁邊出現了一行模糊的金色字，只能隱約看到博物館、遺信幾個字。太神奇了！這本書不僅能給我們帶來財富，更教會了我們要善良。是啊，我本來還半信半疑的，現在徹底信了。這本書是爺爺留給我們的寶貝，我們一定要好好利用它，不僅要實現我們的夢想，還要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。沒錯，那這支黃金筆肯定能賣不少錢，剛好夠我們租文化街那個鋪面。明天我們就去文玩店把它賣掉，然後立刻去簽租賃合同。兩位年輕人想看點什麼？周老板您好，我們不是來買東西的，是來賣東西的。您幫我們看看這支筆值多少錢？
小伙子，這支筆你是從哪裡得來的？是我爺爺留給我的。他老人家一輩子喜歡收藏文玩，最近我們急着用錢開畫廊，所以才想把它賣掉。小伙子，你可真是撿到大寶贝了。这是明代宣德年间的玉制毛筆，筆杆是足金打造的，重118克，上面的缠枝連紋是当时宮廷造辦處的典型工藝，筆尖是東北长白山的紫毫，而且这支筆保存的特別完好，幾乎沒什麼磨損。那它能值多少錢啊？我出52萬，你們看怎麼樣？這個價格絕對公道，要是拿去拍賣可能會更高，但拍賣要等好幾個月，還要扣手續費。我看你們急着用錢，就給個實在價。好，我們賣。你們2個年輕人又來了，這次是決定租了嗎？刘阿姨，我們決定租了，1年租金28萬，押金8萬，一共36萬。這麼快就湊齊錢了，你們倆可真厲害！潇潇，你看，這裡以後就是我們的黃金屋畫廊了。1樓做展廳，2樓隔成工作室和茶歇區，再在陽台做個陽光房，冬天可以在裡面曬太陽畫畫。太好了！我們還要在門口種上月季和繡球，牆上掛我們自己畫的裝飾畫，再擺個書架放我們喜歡的書。你們倆真有魄力，敢在這裡開畫廊。不過說實話，現在畫廊不好做啊，好多開了沒幾個月就倒閉了。你們可得做好心理準備。我們會努力的。是啊，我們相信只要作品好，就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認可。林動，付完房租和押金，我們還剩16萬，可光是基礎裝修要20多萬，更別說定制展櫃、買畫架、顏料這些了，至少還差10萬。差這麼多啊！就在我一籌莫展的時候，我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民間故事集上。我突然想起，還有第2個任務等着我們去完成。潇潇，你看，3日後市博物館漢代文物特展，尋劉蘭芝遺屑，歸葬焦仲卿墓，可得黃金屋1間。黃金屋？難道這本書能直接幫我們把畫廊裝修好，不用我們自己花錢裝修？很有可能。第1次任務，我們得到了黃金筆，解決了租金問題。這次任務的獎勵是黃金屋，肯定就是幫我們解決裝修問題。太好了，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，3天後去博物館找那封信。不過我們得先惡補一下孔雀東南生和焦中金墓的資料，不然到了博物館，兩眼一抹黑，怎麼找那封信啊？我們現在就查資料。可是我之前看到新聞說，從焦仲金墓裡出土的所有文物都被 X 光掃描過了，根本沒有發現任何紙張。1000多年前的信紙真的能保存到現在嗎？既然書裡這麼說，就一定有。焦仲君和劉蘭玉感情那麼深，這封信對他們來說比命都重要。焦仲君肯定會想盡辦法保存好的。人真多啊，看來大家都對焦仲卿和劉蘭芝的故事特別感興趣。是啊，畢竟是千古愛情絕唱。我們快去找那個漆盒吧。就是這個漆盒，沒有看到信紙啊，會不會是書裡寫錯了？不會的，書裡肯定不會寫錯。會不會在木盒的夾層裡？古代很多盒子都有暗格夾層，用來藏珍貴的東西。有可能，可我們怎麼才能看到木盒的夾層啊？它在玻璃展櫃裡，我們碰都碰不到。我們去找博物館的館長，跟他說明情況。可是館長會相信我們嗎？我們說漆盒裡有劉蘭芝的絕筆信，他會不會覺得我們是瘋子啊？不會的，我爺爺生前和李教授是舊識，還有他的考古筆記為證。我們真誠一點，
他一定会听我們說的。看着玻璃展櫃裡的漆盒，我知道，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。無論如何，我都要試一試。你們好，有什麼事兒嗎？李教授您好，我叫林動，我爺爺林敬山你還記得嗎？他生前是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，您俩当年一起参與過荊州楚墓的發掘工作。我是學美術的，從小跟着爺爺接觸考古和古代文學。林敬山，老林吶，當然記得。當年我們在考古隊同吃同住3年，他是個出了名的嚴謹人，從來不會說沒根據的話。你是他孫子啊，都長這麼大了。謝謝你還記得他。這次焦仲卿墓的特展我一直很關注，前幾天整理爺爺的遺物時，發現了他1998年寫的考古筆記，裡面明確記載，焦中軍棺內隨身漆盒有暗縫夾層，藏劉蘭芝絕筆桑皮紙信一盒，因當時條件有限，未敢貿然開啟。真的？筆記帶來了嗎？带来了。您看，這是爺爺的親筆字跡，還有當時的現場草圖。沒錯，這絕對是老林的字，他當年就是負責漆器清理的，他的判斷不會錯。這麼多年我們都被 X 光騙了，暗縫太窄，根本掃不出來。走，我現在就帶你們去文物修復室，咱們今天就把這個千年之謎解開。太好了，謝謝您，李教授。大家仔細檢查漆盒的所有拼接縫隙，尤其是盒蓋和盒身的連接處，1寸都別放過。老林的筆記裡寫了，暗縫在左側邊角。李教授，找到了，這裡有個不到1毫米的暗縫，裡面確實有東西。太好了，快用最細的鑷子慢慢把它取出來，千萬別弄壞了。真的有一封信。君如南山石，妾如溪中水，水流石不移，生死長相隨。若有來生緣，再結連理枝。這就是劉蘭芝的絕筆信啊，這絕對是重大的考古發現。小林，太感謝你了，如果不是你帶來老林的筆記，我們可能永遠都發現不了這封信。看着這穿越1000年的愛情誓言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短短30個字，承載了劉蘭芝對焦仲卿最深沉、最絕望的愛。焦仲卿先生，刘兰芝女士，我們把你們的信帶回來了。願你們在另一個世界，再也沒有封建禮教的束縛，再也沒有分離，永遠幸福的在一起。他們終於團聚了。是啊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你說這次的獎勵真的會是黃金屋嗎？一定會的，這本書從來沒有騙過我們。真期待看到我們的畫廊裝修好的樣子。我也是。看着遠處隨風起伏的麥田，我心裡充滿了期待。我知道，當我們回到文化街的時候，一定會有一個巨大的驚喜在等着我們。天哪，這是我們的鋪面嗎？我是不是看錯了？是我們的，這就是黃金屋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是黄金屋嗎？太美了，比我們想象中的還要好100倍、1000倍。是啊，太不可思議了，爺爺真是太愛我們了。2樓的工作室、茶歇區和陽光房也都裝修好了，還有嶄新的畫架和顏料，連茶具都準備好了。潇潇，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畫廊，接下來我們要好好準備畫展，用我們的作品證明我們的實力。我們一定要把畫展辦得漂漂亮亮的，讓我爸媽知道他們的女兒沒有選錯人。爸媽，你們怎麼來了？我們聽鄰居說你們租了鋪面，
還裝修好了，過來看看。这都是你们装修的？是啊，妈，好看吧？这就是我们的黄金屋畫廊。再過1個月，我們的聯合畫展就要開幕了。好看是好看，可你們哪來的這麼多錢？這裝修加家具，少說也得幾十萬吧？是啊，小林，你們老實跟我們說，這些錢是哪裡來的？你們可不能幹違法亂紀的事情啊！叔叔阿姨，你們放心，我們絕對沒有幹違法的事兒。這些錢是我爺爺留給我的一筆遺產，加上我們自己的積蓄，剛好夠租鋪面和裝修。遺產？我怎麼從來沒聽你說過你爺爺有遺產留給你？你爺爺不是一個普通的退休老師嗎？能有多少遺產？是爺爺生前收藏的一件文玩，最近才賣掉的。我爺爺一輩子喜歡收藏，留下了不少好東西。我不能告訴他們古書的秘密，只能編個善意的謊言。我知道，只有用實力證明自己，才能讓他們真正接受我。就算是這樣，開畫廊也不是那麼容易的。你們倆都太年輕了，沒經驗，沒人脈。現在的藝術市場水很深，很多有名的畫家都賣不出去畫，更別說你們兩個無名小卒了。萬一經營不好，賠了錢怎麼辦？就是，我看你們還是趁早把畫廊轉出去，找個穩定的工作上班，踏踏實實過日子才是正道。阿姨，我們不會轉的。開畫廊是我和瀟瀟共同的夢想，我們不會輕易放棄。而且，我們不僅會展出我們自己的作品，還會展出一些我們收藏的古代書畫，相信一定會吸引很多觀眾。古代書畫？你們能收藏到什麼好的古代書畫？別是贗品吧？現在市面上的贗品多的是，別被騙了還幫人數錢。是不是贗品？等畫展開幕了您就知道。阿姨、叔叔，我想跟你們打個賭，如果這次畫展能賣出10幅以上的作品，就說明我們有能力經營好畫廊。希望您能同意我和瀟瀟在一起。如果失敗了，我們就把畫廊轉出去，一切聽你們的安排。好，我就給你們這一次機會。如果畫展真的能成功，我就不再反對你們；但如果失敗了，你們必須說到做到。一言為定。林動，萬一畫展賣不出10幅畫怎麼辦？雖然我們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，但畢竟我們沒有名氣，很多人可能根本不會買我們的畫。別擔心，瀟瀟，我們還有這本書呢。你忘了，還有第3個任務沒有完成。完成第3個任務，我們肯定能得到更大的幫助，畫展一定會成功的。對哦，我怎麼把這本書忘了？快看看第3個任務是什麼。赴神都北邙山，修造南倉後主李玉墓，取一拋故土，歸葬建巖紅牆，可得終極饋贈。終極饋贈，不知道這次會是什麼禮物，希望能幫我們的畫展一炮而紅。不管是什麼禮物，我們先去完成這個使命吧。李煜是我最喜歡的詞人，他的詞寫得太美了，能去祭拜他也是我的心願。我也很喜歡李煜的詞，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每次讀都特別感動。是啊，他雖然不是一個好皇帝，但卻是一位偉大的詞人。他是江南人，卻客死他鄉，葬在北邙山。我們要帶一駁他的故土回建巖，讓他魂歸故裡。那我們明天就出發去神都吧。好，我們現在就收拾行李。怎麼會這樣啊？連當地人都不知道李煜墓在哪裡。畢竟李煜是亡國之君，死後被草草埋葬，沒有墓碑，也沒有任何標識。我們去我的母校神都師範學院問問吧，那裡有研究5代十國歷史的教授，他們肯定知道。現在還有人專門去祭拜李煜墓？是啊，我們都特別喜歡李煜的詞，他的詞寫得太好了，我們想去看看他。難得你們這麼有心。李煜墓在北邙山的深處，非常偏僻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也幾乎沒有人去祭拜。謝謝王教授。不用謝，你們能記得他，他也會很欣慰的。北陽山那麼偏僻，會不會很危險啊？放心吧，有我呢。我們明天早點出發，爭取當天回來。
故事書只寫了北邙山深處，梧桐月落處，连个具體坐標都沒有，這怎麼找啊？先問問當地老人吧，北邙山的古墓傳聞，他們最清楚。唐王墳啊，傳了上百年了，老輩人說，早就被盜墓賊挖空了，現在連個土堆都快平了。那我們還能找到痕跡嗎？就算被盜了，地表也一定會留下殘磚碎瓦。我們進山找到線索，就立刻聯繫博物館。這裡除了樹就是草，什麼都沒有。不會的，你看這裡，這是北宋初年的官窯瓦，只有王侯級別的墓葬才會用。再往前找找，應該還有更多。這麼多官窯殘片，這附近一定有大墓。我們現在就下山聯繫神都博物館。我們以為找到了傳說中南倉王墳的線索時，卻沒想到這只是一個被盜空的空冢，真正的秘密還藏在那座不起眼的破廟裡。王主任，這是我們在北邙山深處撿到的。我爺1998年的筆記裡也寫了，那裡有一座北宋初年的王侯墓葬，可能是李煜的墓。我們已經標記了準確坐標，絕對沒有私自勘探。確實是北宋早期的皇家墓葬器物，你們做得對，發現文物線索第一時間上報，這是最正確的做法。當地傳聞這座墓幾百年前就被盜了，但我們覺得就算被盜了，也可能留下能證明墓主人身份的東西。這樣吧，我明天就帶考古隊上山，你們作為發現者可以跟我們一起去，但一定要聽從指揮。王主任，這裡有石像生的殘塊。果然是王侯墓葬，繼續勘探，找墓道。王主任，墓室裡什麼都沒有了，墓誌銘也被砸毀了，根本無法證明墓主人的身份。看來傳聞是真的，這座墓早就被盜空了。我們是不是真的搞錯了？忙活了這麼久，只找到一座空墳。石人守空墾，祠下藏真身，意思是石像生守着的是空墳，真正的墓在神龕下面。神龕？我們白天看到的那座塌了一半的土地廟。明天一早我們就告訴王主任，那座土地廟才是真正的關鍵。土地廟，走，我們去看看。王主任，供桌下面的地磚是扔動的。下面有墓室，所有人注意，小心腳下，不要破壞文物。這是李煜，他在望着他的故國。李後主，我們終於找到您了。看來他的侍從為了保護他的遺體不被盜墓賊打擾，故意在不遠處建了一座假墓，立了石像生掩人耳目。王主任，棺木頭部發現一個銀盒，密封完好。是紙質文書，保存得太完好了，簡直是奇蹟。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？是虞美人。你們看落款，太平啟業3年七夕，中影絕筆。史書裡記載，太平興國3年七夕，宋太宗就是因為這首詞賜給了李煜千秋毒酒，他寫完這首詞的當天就去世了。沒錯，李煜是亡國之君，死後北宋朝廷沒有給他舉辦任何葬禮。王主任，地基下面挖到一塊石碑，這就說得通了。北宋初年，朝廷對南倉舊部的管控非常嚴格，誰敢公開為李煜立碑，就是謀逆大罪。他的侍從只能偷偷刻了這塊石碑，埋在土地廟的地基下面。
他到死都在想着他的故国。我们一定要帮他回家。是啊，亡国之君的乡愁是刻在骨头里的。1000年了，这些文物終於重見天日，他的心事也終於能被後人讀懂了。本次發現的墓葬位於北邙山廢棄土地廟供桌下，為無墓道數學土坑墓，符合北宋亡國之君司葬特徵，共出土文物97件，經國家文物局探視司測年，墓葬年代為公元978年，與李煜去世時間完全吻合。手稿為典型金錯刀體，筆法結體與存世真跡一致。更關鍵的是，古國不堪回首中刊字的筆錯修改痕跡，是仿寫者無法復刻的個人書寫習慣。經多學科交叉驗證，所有證據互相印證，沒有任何矛盾，我們一致認定，北邙山廢棄土地廟下的墓葬就是南倉後主李煜的真墓。現在，我正式向全世界宣布，南倉後主李煜墓考古發現確認。1000年的風雨，1000年的迷霧，終於在這一刻散去。那位寫盡了人間愁緒的辭帝，終於等到了屬於他的最公正的證明。沒有隆重的儀式，這樣反而更符合他的心意。他一輩子都想安安靜靜寫詞。是啊，他生前受盡矚目與屈辱，死後能有這樣一方清靜之地，也算圓滿了。李後主，以後這裡就是您的家了，再也不會有人打擾您，再也不會有人破壞您的安息之地。您寫的每一個字，我們都記得，那些愁，那些痛，那些對江南的思念，我們都懂。就在碑根下挖吧，這裡的土陪着他1000年了。我們帶他回金陵。當年他就是在這裡房舟，寫了“船上管弦江面綠，滿城飛絮落清塵”。李後主，您看，這就是您的金陵，秦淮河的水還在流，楊柳還在飄，江南的春天和您詞裡寫的一模一樣。您再也不用獨自墨憑欄，無限江山了。您回家了。我已經讓人在橋邊立了一張小小的石碑，不顯眼，只有真正懂他的人才能找到。他終於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地方了。時隔1000多年，李後主終於完成了魂歸故里的遺願了。書真的沒了，他真的完成使命了。你看這筆鋒和墓裡那幅虞美人手稿一模一樣。我現在給蘇教授打個電話，他研究李煜一輩子，只有他能給這些話做最準的鑑定。東西在哪兒呢？快拿給我看看！我這輩子就盼着能親眼見着李煜的真跡。真的，全是真的。你看這幅江山小景圖，我只在宋代的史料裡見過記載，一直以為早就毀於泛火了。你們倆打算怎麼處理這些國寶？辦一個全程免費的畫展，讓所有人都能看到。等畫展結束，我們就把這10幅畫全部無償捐給博物院。那太好了！既然如此，我一定讓這些筆墨裡的風骨被更多人看見。你們看這幾筆遠山，淡墨輕輕一暈，全是他詞裡那種蒼涼勁兒。亡國之君的鄉愁啊，都藏在這一筆一畫裡了。小伙子，你的畫有古意，更難得的是有股靜氣。現在的年輕人啊，都太浮躁了，像你這樣能沉下心畫畫的太少了。林先生，這幅《山家秋吟》我出12萬收藏了，以後有新作一定第一時間告訴我。還有，你們無償捐畫的決定真的太讓人敬佩了。
謝謝您的認可。安小姐，你的和风图画得特别清新脱俗，我们馆想收藏这幅画。另外，想邀请你们下个月来办个人画展，同步展出这次李煜特展的考古成果复制品。真的吗？太謝謝您了，我們一定好好準備。小林啊，瀟瀟，以前是媽不對，就想着讓你們過安穩日子，沒看到你們的才華和這份擔當。媽現在真的為你們驕傲。好小子，有出息。下個月，咱們好好商量你們的婚事。今天啊，我不光是來見證一對新人結婚，更是來見證一段文化傳承的佳話。希望你們以後啊，永遠守住這份熱愛，把咱們的文化根脈好好傳下去。這是我們博物館的一點心意，謝謝你們，讓北邙山和金陵因為李煜永遠連在了一起。瀟瀟，謝謝你，在我一無所有的時候還願意相信我。以前我總覺得開成畫廊就是我的黃金屋，現在才明白，能和你一起守着這些畫，守着咱們喜歡的文化，才是最珍貴的黃金屋。我也愛你，能和你一起做喜歡的事，就是我這輩子最幸福的事。我們已經和博物院簽了捐贈協議，10幅李煜真跡全部無償捐給國家。同學們看啊，李煜畫的竹子筆法特別剛勁，就跟他的詞一樣，有一股子風骨。就算日子再難，也不彎腰折節。林老師，李煜為什麼會亡國呀？他寫的詞為什麼總是那麼難過呢？因為他生在一個打仗的亂世啊，可命運偏偏讓他當了皇帝，而他留下的詞和畫卻成為了他得以流傳千年的成載。媽媽，你看我畫的星星，我以後也要像爸爸一樣當大畫家，教好多好多小朋友畫畫。好呀，那我們念安要好好加油哦。爸爸，太爺爺在哪裡呀？他能看到我們嗎？太爺爺就在那裡啊，他看着我們畫畫，看着小朋友們學習，看着文化一代代傳下去，他特別開心。小林啊，我現在總算明白書中自有黃金屋是什麼意思了。我們真的好幸運啊。是啊，最幸運的不是遇到那本神奇的書，而是遇到了你，遇到了這麼多願意一起守護文化的人。只要心存善良，堅持熱愛，每個人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黃金屋。神奇的故事書消失了，但它留下的精神永遠不滅。真正的黃金從來不是金銀珠寶，而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，是代代相傳的善良與熱愛。